这位96岁的奶奶曾经死过，但又活了过来，不仅长出了黑头发，还长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参加过她的葬礼，而此刻她却在厨房做饭，看起来非常健康。她记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记得自己死而复生的经历。面对节目组的质疑，老人的女儿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时在医院里，母亲就停止了呼吸，我们连衣服和板板都为她准备好了。原来老太太之前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抢救后，医生也无能为力，于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万万没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时后，老太太突然开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复了生命迹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惊，医生听说后也感到很惊讶。不仅如此，死而复生的她，整个身体也发生了变化。首先就是视力变好了，穿针引线已经不用戴老花镜了，而且后脑勺开始长出黑头发，皮肤也变得很光滑，连老年斑都消失了。节目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礼貌吗？这样，女儿说她以前走路必须要用拐杖，但是现在不仅不需要拐杖，还能下地干活。更令节目组感到震惊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长出了新牙。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专家看到后大跌眼镜，是真的大跌眼镜。 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 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는 虽然好像很难解释这种现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开心。那最后就祝她永远健康快乐吧。和老太太一样死而复生的，还有下面这只狗狗。这是一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狗，在它死后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来，头发都炸起来了，而且旺财后腿受了严重的伤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这一切要从5天前说起。那天主人在田里干活，旺财在马路上溜达，一个没注意就被过往的车碾压了。当主人赶过来的时候，旺财已经奄奄一息。没一会儿，旺财就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伤心，然后邻居帮忙把旺财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后，主人在院子里突然听到一声熟悉的狗叫。刚开始她以为自己幻听了，没太在意，但随后她老公也听到了狗叫声，于是他们朝声音的方向搜寻，最后在房子附近的沟里发现了旺财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议，邻居也很内疚，毕竟是自己误以为旺财死了，才帮忙埋起来的。此时旺财的身体情况很差，宠物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发现旺财后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如何从半米深的坑里爬出来的？为此，节目组邀请了动物行为专家。专家分析后说，当时掩埋旺财的土壤颗粒很大，还混合着很多杂草，使得空气能够流通，这很利于他爬出坟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财就这样沿着回家的路一点点爬行，最后爬到了家附近的沟里。沟里面的水帮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终被主人在这里发现。随后，医生给旺财做了骨折手术，手术很成功，骨头都恢复了原位。那就希望旺财早日康复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他们都是经历过死亡的。而下面这位是每天都会神秘消失。这个男人说他妈妈每天晚上都会神秘消失，于是节目组趁白天赶紧去见了他妈妈。原来是小狗的妈妈。主人说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来，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而且锁扣需要按压才能打开。小白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挣脱锁链的。开锁专家也说，这种锁扣只有人才可以打开。专家认为是有人故意帮小白解开的，但是家里其他人都说没有帮小白解开过锁链。没办法，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全程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惊动了节目组，接着就发现小白已经消失了，狗窝里只剩下了狗宝宝。节目组赶紧查看录像，小白刚开始只是来回徘徊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里。为了解开谜团，节目组又邀请了动物专家。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锁链是用一根电线制作的，当小白来回走动时，就会把锁链拧起来，利用巧劲别开了锁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开了1次，慢慢的他就对开锁越来越熟练，毕竟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小白为什么要选择晚上消失？专家通过分析后发现，原来小白消失是为了来后院吃狗粮。专家表示，小白是个尽职的母亲，她知道要想喂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证营养，才会每天偷偷跑出来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内疚，决定以后在小白的狗粮里再多加上1盒罐头。最后我还有个疑问，为什么小白的2个孩子是不同的品种啊？知道的评论区说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学。每到深夜，他家卧室的床头就会传来一种诡异的声音，仔细听。
把床移开后没有任何发现，但是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主人说声音主要有2种模式，有时候是哒哒哒哒，有时候是 gay gay gay。我记得只有德爷才会发出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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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怪叫啊，难不成里面住了个德爷？有时候主人拍一下床头，声音就会停止。主人认为里面住了个生物，而且刚买床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声音，声音是在2年后开始出现的。为此，节目组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分析后认为这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节目组还找来了专业的木工，木工说真的是奇怪，我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头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发现木板里面有一个白色物体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后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节目组锯开木头后，果然发现了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，不一会儿又找到一只，你别说看着还挺可爱的，烤着吃一定很香。昆虫专家说，木头被做成床之前，虫卵就已经存在了。之所以2年后开始出现声音，是因为当时环境温度比较适宜，虫卵就孵化了，孵化后就开始吃木头，诡异的声音也就出现了。至于主人说的2种声音模式，是他吃木头时的不同状态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我觉得商家还是挺良心的，起码用的真的是实木材料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姐姐，她家的电视总会无缘无故的自动打开，出门前关闭电视，回来就看到电视早已打开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自己睡着觉就会被电视吵醒，客厅却一个人没有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主人说电视每天都会自动打开，而且没有任何规律。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3年前，那天他正在厨房洗碗，突然就听到了电视声音。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，慢慢的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，他开始检查电视的各种设置，并没有设置自动开关机的时间。后来找售后换了一台电视，也还是会出现自动开机的情况，该不会是电视机自己想看电视吧？他当着节目组的面关闭了电视，没一会儿电视就自动打开了，即使取出遥控器电池，电视还是会自动打开，这就很不科学了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决定请教专家，专家说电视遥控器发出的信号是红外线，家里可能存在能发出相同红外线的电器，才使得电视接收到信号就打开了。随后专家对家里所有电器展开探测，最后怀疑是电源插排，但是把插排断电后还是检测出了与电视遥控器相同的红外线信号。专家又尝试关闭无线路由器，紧接着红外线信号就消失了，那说明问题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专家说并不是，路由器不会产生红外线，罪魁祸首是路由器的充电器，充电器长时间的使用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红外线，如果恰巧和遥控器红外线一样的话，电视接收到信号就会打开。果然在拔掉充电器后，电视没再出现自动打开的现象。至此真相大白，这就是一种巧合而已。上面2个都是家电家具问题，但是下面这位大妈家里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。她家里平白无故的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，大约有20颗，看样子像是小孩子的牙。牙齿是大妈在厨房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当时都吓懵逼了。 죽은 사람 걸 어떻게 빼놓은 거 아닌가 엄청 기분이 나빴어요. 牙医说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，一个人平均就有20颗，看形状分析应该是同一个人的。节目组把牙医的分析结果告诉了他们。大叔讲话了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孩子，牙齿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家里？而且最近也没有人来过。大叔猜测牙齿来自食品包装，因为他家的食品买来就放在橱柜里，牙齿也是在橱柜发现的。但随后节目组发现了蹊跷，他家日历上10号这天标注了行程是去看牙医，那会不会是大妈看牙医的时候带回来的，自己却忘记了？大妈一口否认。 아니에요. 남의 치아를 왜 가져옵니까? 节目组也不确定大妈有没有健忘症，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节目组来到大妈的牙医诊所咨询，医生表示来这看牙的儿童很少，所以不认为乳牙来自他们诊所。节目组还调取了诊所录像，发现大妈确实没拿诊所任何的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和大妈聊天中得知，这个房子是他们买的2手房，搬进来还不到1年。节目组瞬间醍醐灌顶，那会不会是之前户主孩子的牙齿？为此，节目组通过房产中介联系上了前房主，对方说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又是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1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
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。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，带着油纸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，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。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，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，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。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，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
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竟然表演起了杂技，把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气球瞬间就爆了。不仅如此，把软管一头插入耳朵，另一头对准蜡烛，一口气就吹灭了20根。拿纸巾靠近耳朵，纸巾被吹得来回摆动，大家都怀疑他耳朵里安了个吹风机。大叔微微一笑，说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捏住鼻子用力憋气就行了。摄像小哥试了试，果然有用，很快就掏出来一大坨耳屎。这项才艺对大叔来说非常有用，只要涉及吹蜡烛的环节，那必须要用耳朵。儿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，轻车熟路地接过软管对准蜡烛。对大叔来说，蛋糕上加点耳屎才美味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，小时候就喜欢吹树叶子，有次吹着吹着，一坨耳屎竟然飞了出来，正好落到朋友嘴里，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耳朵还会出气，从此都没再掏过耳屎。大家都觉得他耳朵里的构造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来医院一看，他耳朵和正常人的还真不一样，并不是真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而是有缺陷，轻微的鼓膜穿孔，所以在捏住鼻子憋气的时候，气体就从鼓膜里漏了出来。长期这样做的话，对鼓膜伤害很大，最终可能会导致耳朵失聪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医生正在给儿童玩具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玩具实在太怪，每到深夜就会频频传来怪叫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抓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而且女儿有很多玩具，唯独偏爱这一个，这让他倍感不安。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呢？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消停一会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都不一样，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也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，难不成玩具里真的有某种生物？节目组接着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，用科学战胜一切妖魔鬼怪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玩具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，这个木头边框里面确实有东西啊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了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大半夜他用摄像机对着黑漆漆的厂房，接着爬上屋顶，在监控前面丢纸飞机。小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台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能拍到就很不正常了。大家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，就好像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，出来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。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这就对了吗？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售后检查了半天，结果设备一切正常。大家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人眼看不到的神秘光束，真的是奇怪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稳定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，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大叔睡觉要先在枕边放一根木棍，睡到半夜就拿木棍捅嗓子，起床后要先倒立10分钟。不仅如此，他一天还要喝20瓶可乐，走到哪喝到哪，也不是喜欢喝，而是不得不喝。喝可乐是为了缓解身体的奇葩反应，啥反应呢？大叔已经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这时候就必须要喝可乐，打嗝才会消停一会，但过不了多久又会重新打嗝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暴瘦了几十斤。他们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尝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他决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근데 걷더라고요.
这些方法里面就属喝可乐最管用，每次喝完都能消停半小时。出门在外没可乐怎么办呢？这也难不倒他，随便找根玉米干就往喉咙里捅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这个方法虽然痛苦，但效果不错，所以晚上睡觉也要提前在枕头旁放一个痒痒挠，一打嗝就把它塞进嘴里。还不行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强入睡。医院也去过了，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理性的原因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原来8年前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，从此就没再停下过。医生说了很多心理学原理，我也没听懂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偶发事件触发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是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呢？他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哇，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